谁呀？何苦害他呢？他又没有什么过错。过错？他对他的娘子不忠，害得那女人天天跑到岸边来流泪，哭哭啼啼的，让我头疼。我看不过去，替他教训教训男人，有错吗？你一个才修炼了200年的小青蛇，见过几个男人，就说这样的大话？这世上男人我见得多了，还不都是一个样子？听我一句，安心修炼吧。你别走！既然跑来管闲事，倒不如下来比划比划了。嘿！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原来不也是一条蛇吗？你到底什么来头？白素贞，修炼700年的白蛇，你不过200年道行，就敢跟我斗法？到此为止吧。哼，除非你认输了。赢了又能怎样？赢了，就说明我法术比你高。那我就认输吧。这样不算，你根本在敷衍我，想走。小仙害了无辜的人，怎么这就怕了我了吗？还没见过我新练的星域之术呢。我技不如人，随你处置好了。哼！白素贞，你这样恕着我，还不如让我死了痛快。你私自行雨，已经犯下大错，就算我饶你，天也不饶。我这么做，不过是替你保全性命。你心高气傲，早晚是会惹下大祸的，不如在下面好好修炼吧。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呀？你说，到底要我在这里待多久啊？莲花满湖之日，就是你小青出世之时。这位大嫂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来卖水呀？我这水啊，可不是普通的水，这水不是地上的，却自天来。
一盏可消病骨，7碗炖子生风。姑娘，喝一口吧，就是闻一闻都能脱胎换骨。要是用它煎茶，天天饮用，说不定还能成神仙呢。成仙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啊！我已经等了700年了。白素贞拜见观音菩萨。你想成仙？这700年来，我日夜梦想的都是这件事，只可惜我只是峨眉山上的小蛇，虽然有长生不老之身，却不知该如何成仙，还望菩萨指点。成仙的路困难重重，可不能意气用事。一旦决定了，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，要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。要是3000功绩完成，800德性圆满，况且你原本是妖，妖性刁蛮难改，要想修道就更是难上加难。这些你都想清楚了？素贞早就想清楚了，不管有多苦，我都要试一试。看你用心之深，确实非同一般。再加上你今天治愈有功，使钱塘县免遭一劫，所以我就赠你火符内丹1颗。这仙丹非同一般，你服了它就可长生不老，并除去妖邪之气。多谢菩萨成全。要想成仙，只服仙丹还不成，还要有仙剑。要寻剑，就要到紫金浩渺山的剑冢里，寻得那把汇集了千百年日月精华的白蚁剑。素贞成仙之念已决，不管仙剑多么难寻，我也要试一试。我没有看错人，如果你有造化拿到那把剑，我再度你成仙。你去吧。弟子白素贞。你是来求剑的？正是。啊，这就是剑冢。凡是世上登记在册的仙剑，在这里，都可以找到。我只想求那普通的白蚁剑。它不可能是你的。可是观音菩萨说让我来此求剑啊。他说了也不算。你果然厉害，剑是你的了。多谢真人成全。本该如此。起来吧。你的白蚁剑是姐姐，这青红剑是妹妹，姐妹同心。如今姐姐要走，妹妹哪有不追的道理呀？这样就周全了。仙丹服了，仙剑也寻着了，我也该点化你了。俗话说一诺重千金，你可有诺于人，未曾兑现。弟子知道了，
当年我镇那青蛇在西湖之下，曾对他说过：“莲花满湖之日，必是他出世之时。”莲花满湖，300年，会不会太久？只要能成仙，就算让白素贞再等上1000年，就算等得雷峰塔倒，西湖水干，我也会等下去。只要300年，到时候你了结了一切俗事，就来半步多客栈等我，我自然会点化你成仙。半步多。丫头，也把你闷够了，是时候放你出来了。整整300年了，这凉亭底下可真不是说待的地方。白素贞，没想到你还挺讲信用的嘛。我说过的事情向来不会改变。有同类落难，我去看看。喂，你别跑，我们之间这笔账还没算完呢。妖孽，前头无路了，回头是岸。你别蒙我了，回头是你的金钵。妖！阿弥陀佛。啊！我以为是何方妖孽，原来是条小青蛇啊！你背后伤人，算什么本事啊？糟了！白姐姐，她要杀我！现在知道叫姐姐了。千年白蛇精，可是他身上妖气尽出，难道受过神仙点化？姐姐，那和尚是谁啊？他目光冷得像冰一样。他是谁啊？他是得道高人，法术虽然高，可是品行一点都不高。刚才呀，他在背后偷袭我，若不是我现在还有些腿软，一定打得个半死。哼！和尚别动怒，要收他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
妖就是妖，见着了不收才怪。和尚，认得我手里这把剑吗？是把仙剑。这剑，你从何处盗来？道。和尚何必把我想得如此不堪？白素贞是受观音点化才得到的仙剑。观音点化，有何凭证？这是当日在剑冢求剑时得到的佛珠一串，运有天地灵气。不如给你做个人情，换这青蛇一条性命。果然是佛祖手中之物。难道你真的受了佛祖的点化？和尚被2个女妖缠住了，此时不逃还待何时啊？两蛇听着，今天念你们受过观音点化，暂且放你们一马。倘若再让我遇着，定不能饶了。今天若不是你，我定被那和尚收了去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小卿一拜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歹我也有500年的道行呢，难道我不配做你的徒儿吗？我没什么可教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不做师傅就做敌人，你自己选。300年了，你的脾气一点都没变，这是白费了我的苦心。我不做你的师傅，也不做敌人，不如我们做姐妹吧。姐姐在上，受妹妹一拜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便是姐妹了。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礼物。阿弥陀佛。和尚要去半步多？一路上都在追一位老朋友，他的脚力好些，比我先到了。你这个和尚都追到人家门口了，也不放过？烦劳施主能借灯笼一用吗？和尚法号？法海。从哪里来？从来处来。哟，到何处去啊？到去处去。给。多谢。那咱们赶紧进去，赶紧进去啊！走。掌柜的，刚才那和尚拿的灯笼，给我们拿2个来。哼，善业莽夫！你说谁善业莽夫呢？你瞧他怎么说话呢？不好意思，大胡子他不会讲话，您可千万别见怪。眼看天色就要晚了，我们只是去投宿，还麻烦大哥您行个方便吧。哎呦，这才像句人话。姓字名谁？啊，许仙，许配的许，神仙的仙。哦，从哪儿来啊？从来处来。到哪儿去啊？
到渠中去！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快点！怎么那么啰嗦呢？谢谢。走。这怎么过得去呢？万一撞个头破血流怎么办？跟着我，一直往里走就是了。要是怕，就把眼睛闭上，闭眼。走。好了，兄弟，我们到了，这就是半步多。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我居然会穿墙之术啊！我说，这里面真的可以住人吗？我怎么觉得有点诡异啊？诡异？何止是诡异啊！这里边的事情要是都给你说出来，不把你吓死，也把你给吓病。掌柜，来我们半步多的，不论要走哪条路，今儿晚上都要在这儿落脚的。我要拿我师父留下来的东西，3更天的时候来找你。好，请吧，请过来。你看把你给吓的。就是这儿了。哦，姐姐，这里黑漆漆的，看上去又破又烂，干什么非住这儿啊？哎，你不知道这儿的奥秘，这儿啊，可不是普通的地方。到这儿来的，除了有人，还有各路的妖魔和天上的神仙。大家来到这里各有出路，一条通向人间，一条通向魔道，还有一条是通向天庭的。啊，这世上竟有这样的地方呢？看什么看？看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。你没见过女人呐？见过，但是没见过这么美的。嘿，你等会儿。你呀，住左手第1间。啊，不是早上来就订了有绣花帐子的房间吗？嘿，真是对不起了，人家多花了10两银子，实在对不起了。凭什么把房子给他们？有钱了不起吗？我姐姐喜欢那绣花帐子，今儿个我们非住不可了。小心，别说了。可是姐姐，没有就算了，出门在外给人行方便，就是给自己方便。我们就住这间了。是。姐姐，你为什么？哎呀，他们可是神仙啊！神仙？真是的，茅厕也不知道找人打扫一下，臭死人了。天哪，这里每扇门都是一样的，这我哪认得出来啊？这间，哎，还是这间，一定就是这间。万一闯进去被人误会，岂不是又要挨骂？哎，大胡子，你别杀他！糟糕，我走错地方了。哪间才是对的呢？哎，
这间该不会错了吧？让我去看看。这间也不是。天帝的令符到了，方才令官吩咐你速去行雨，落水镇方圆500里之内都要下遍，雨在5更时下足，到时候雷公电母会来相助的。还有，令牌亮3次，每亮1次雨要多下1尺。我只能跟令官推脱说我家男人久病不愈，诸如此类的话，你还要我说多久啊？姐姐果然说的没错，他们真的是神仙呢。有劳夫人了。你这样躲，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再说，接连3年滴水未降，你去看看落水镇都成什么样子了。哼，谁让落水镇的百姓眼里没我这个龙王，整天就知道拜那个观音菩萨，他的庙门门槛都快踩烂了，铜钱玉锦挂的到处都是。可是我的庙里冷冷清清，那些贡品不是青苹果就是烂梨，也不想想以前的落水镇能风调雨顺是谁的功劳？龙王爷，姐姐，你跑哪里去了？姐姐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这方圆500里3年没有降雨的原因，都是因为那个龙王搞的鬼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有这等事？当然了，那个龙王真是小心眼儿，他竟然为了自己的一点不痛快，就让全镇的老百姓受那么多苦难。姐姐，我们干脆给那个龙王一点厉害看看，不如我们去行雨啊！你怎么不长记性？忘了300年前的事了？这雨随便说降就降吗？可是我们就坐视不理呀，就任凭这老百姓受苦受难。一路上你也看到了，那么多可怜的人。姐姐，我当然看见了。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只是没有行雨令符哦，啊。谁说没有？这不是吗？啊，你怎么敢盗天帝的令牌啊？谁让他相信那个自私的臭龙王？姐姐，你要是想骂我，那我就给他送回去好了。别，让我再想想。姐姐，你别再犹豫了。天帝说这雨只能5更下足，5更马上就要到了。你要是再犹豫的话，真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我就替天行1次雨。我们是为了那些老百姓，就算玉帝知道了，也会秉公论事的。姐姐你真好，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的。拿着。雷公电母听令。哦，姐姐，真的是雷公电母啊！姐姐，让我也行1次雨吧。你要就1次，就1次好不好？好，只1次。这里3年滴雨未降，难道是龙王爷开了不成？不过是江湖术士的花招而已。云端妖气弥漫，难道是妖孽做法？管他是什么道士的花招，还是妖孽做法，总之，百姓有救了。雷公电母听令！雷公电母，你们现在行雨，要多多的下，让这里的老百姓都有水喝。最好是下个100年、1000年的，这落水镇就有的救了。
呢。庆儿，你亮了几次令牌？我也不记得了，反正是越多越好了。我看你是要疯了，死到临头你还不知道，这令牌是随便亮的吗？你忘了龙王夫人是怎么说的？我好像想起来了，龙王夫人说是3次。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忘了呢？我也是一番好意嘛。姐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想办法止雨，救落水镇的百姓，还有你这条不知天高地厚的青蛇。姐姐，哎，这怎么办？下面的是妖。哎，你不是会法术吗？你不如想办法止雨，救救百姓吧。雷公电母听令！雷公电母听令！雷公电母听令！姐姐，没有用的。记得龙王夫人说过，这令牌只有到5更才有效。现在已经过了5更了，这雨啊，我们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拼了命也要试一试。青儿，不要怕，姐姐，都是我的错。干脆你不如让我一死了之，向天地谢罪，免去老百姓这场灾祸，好不好？死算什么本事？有些力气，快跟我一起止雨！事到如今，妻儿全听你的。阿弥陀佛。白素贞，还你佛珠。送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呢？嘿，你帮我们姐妹止雨，谢你还来不及呢。这佛珠可助你修行，你还是拿去吧。让。阿弥陀佛，白素贞，我念你止雨救人，今天暂且放过你们。若是改日碰着，妖就是妖，不用废话，先收了你们再说。姐姐，这和尚得了便宜还卖乖。糟了，天快亮了，半步多大门要关了。青儿，我们赶快回去。兄弟，快点！再不快点，天就快亮了！快点！姐姐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姐姐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看什么呢？哎，这2位姑娘好面熟啊，好像有什么心事吧？哎呦，是姥姥也管不了了，快走吧！快点！姐姐，你不可以再回到这里来了。你要知道，雷公电母都已经告到玉皇大帝那儿去了。如果我们现在不走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青儿，我一定要进半步多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，观音菩萨在上，白素贞前来请罪。素贞本是一番好意，为落水镇百姓行雨，谁知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。素贞自知罪孽深重，还是斗胆，请观音菩萨赐福于落水镇，以免水灾泛滥，百姓受苦啊！拜见观音大师。白素贞，300年了，没想到我们会这样见面。菩萨，请你不要再责怪我姐姐。难道你们这些神仙当真就是不讲道理的吗？那个龙王他假装生病，3年没有替落水镇行雨了，可是你们谁也不惩罚他，反倒是姐姐好心替百姓行了雨。不过，就是下多了那么一丁点儿吗？倒是要挨你们的骂，真是不公平。本来是来渡你们成仙的，
可现在却不能了。啊，姐姐，我知道我闯下了大祸，只要能救城中百姓，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愿意。要想止住这场水，恐怕又要几日几夜合不上眼了。玉帝正气得发狂，到处派人捉你们这2个蛇妖。你们不如先暂回魔道，再做打算吧。哎，大胡子，那姑娘好像被风卷走了。胡扯，那哪是卷走的呀？那是法术。哥哥我也会，看好了。破，急急如律令。走。命啊！有没有人呐？救命啊！兄弟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说大胡子，你到底使的什么法术啊？你不说转眼就能到钱塘县吗？怎么掉水里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？那什么，师傅教我法术的时候吧，那咒语长得都差不多，我可能念串行了。要不我再念一条，把咱哥俩变回去？哎，不，我现在不相信你的法术，我还是情愿待在这里。那待着就待着吧。哎，兄弟，那个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没有啊，我从小爹娘就过世了，是我姐姐把我带到苏州城的，就没有别的亲人了。你呢？嗨，也就我一个人。哦，兄弟，娶媳妇了吗？嗯，我还尚未娶亲。老头儿，哎，你们2位可是叫我呀？是啊。老头儿，不，老人家，你看这大风大雨的，咱们碰到一起，那是缘分呐。那就搭我们一程吧啊！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到半步多接2位女客呀。那倒确实不太方便，男女怎能同船共度呢？如果你们2位不嫌弃的话，我这船底下有个暗舱，嘿嘿，咱们倒可。嘿，姑娘到了。哎，没想到等了1000年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还是回到这里来了。啊，多谢老仙人送我们一程。哎，我只是个划船的。哎，姑娘，哎，等等，你们落下东西了。落下东西？哎，你们还不出来呀？啊？难道你们还想赖在船上不成？哎，憋死我了！老头儿，他们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哎，兄弟，人家问你话呢。小生姓许名仙，许配的许，神仙的仙。让我想想，我要没搞错的话，你们是来错地方了吧？恐怕是的。昨天晚上风大雨大，还麻烦姑娘，知不知道去钱塘县宝芝堂该怎么走？宝芝堂，青儿，你认识这个地方吗？我没听说过，真是奇怪了，怎么会有人把自己修炼的东符取得那么难听的名字啊？
姐姐，他们是谁呀？我要没猜错的话，他们恐怕是人。人？哎，姐姐，我们怎么可以把人带到这儿呢？如果被发现的话……啊，你要去宝芝堂是吗？是。那你就跟我来吧。谢谢姑娘。大胡子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按说已到晌午了，怎么冷冷清清的？是啊，走了半天，这连个人影也没有，这地方诡异的很呐。我们姐妹有事要进去一下，你们二位在此等候，千万不要乱动，更不要离开这儿。青儿，界崖，大胡子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县衙我倒是去过，这界崖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我说大胡子，两位姑娘进去这么久了还不出来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十有八九，人家是进去吃喝去了，怕咱俩给他吃穷了，小气银子呗。哎，我说大胡子，我看姑娘不是这样的人。再说他们还好心帮我们带路呢。嗯，有妖！哎，哪有妖？奶奶，是老奶奶，人家。奶奶，啊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啊，奶奶，奶奶。小姑娘，你别着急，我略通医术，帮你看一下啊。哎，兄弟，别上他的当！嘿，小东西还想迷惑我啊？我是好孩子，我奶奶病得很重。谁呀？这是干什么？你们这是？我刚睡下就让你们吵起来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小哥啊，我们有2个朋友进了魔道，麻烦您再开一次魔道大门。什么？开魔道大门？啊，不行不行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这魔道大门一天只准开1次，刚才不是已经给你们开过1次了吗？你们的朋友今天无论有什么急事儿啊，都出不去了。那明天呢？明天什么时候开啊？明天呢？按照道理是可以的，可是，等等啊，哦，明天是魔道吉日，魔道圣君要在这一天送他妹子出嫁，所以呀，闭门3天，取经3日，这3天恐怕就……天天都不能，到底什么时候能放人？你干什么你？这么凶！开门出城的日子在本子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这魔道圣君之令，我一个小小的戒官，我哪敢违背？青儿，还不快把戒官放了！姐姐啊，我是着急啊！这小官算什么东西啊？我300年前被压在西湖底下的时候，根本还没有他呢。姐姐，干脆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，就告诉他我们要带2个。青儿，啊，又胡说什么？嘘，过来。哎呀，青儿，你太久没有回过家了，不知道其中发生的事情。这半步多和魔道方圆10里之内，如今都归魔道圣君掌管。他私设这戒衙，归他掌管。凡是进出魔道之事，都要听他的号令，何苦得罪他呢？至于我们误带了人回来，更是不能提半个字。那魔道圣君一向喜欢采人阳气，修炼法术，以便得道成仙。要是被他知道我们带人进来，那2个人还能活吗？小哥啊，这是我从人间带来的五毒散，用来泡你的药酒刚好。不如你通融一下，我们真有急事要出去，只要1炷香的时间就好。这仔细看起来啊，倒也有个空子。这3天之后，魔道圣君的妹子要回门，5时3刻，确实有1炷香的时间。到时候这戒官也要换班，你们就趁这时机出门吧。好，那就有劳小哥了。那倒不用，但是你们要记得啊，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要是错过了，我可帮不上什么忙了。1炷香的时间足够了。姐姐，难道我们真的要把那2个人带回家去吗？不然怎么样？
如果他们走在街上，不被众妖摄取元神，也要被魔道圣君蒸成滋补阳气的血馒头。姐姐，这也难怪嘛。要是我们两个也吸了他们的阳气，那岂不是法力也更上一层？哎，你胡说什么？魔道圣君虽然跟我都想成仙，但我们是同路不同道。圣君暴虐凶残，专门吸人阳气，也不知害了多少性命。我要不是受了观音菩萨指点，也不知道行善求仙的道理。人是我们带进来的，我们要安全地把他们送回去。你呀，少打他们的鬼主意。你要是敢动他们，我定不饶你。知道了。哎，他们人呢？哎，对呀，一转眼功夫跑哪儿去了？糟了，姐姐！奶奶，他们是人没错。乖孙女儿，奶奶没白疼你。等奶奶吸了他们两个人的阳气，法力大上几成，一定给你买2件称心的兵器。谢谢奶奶。这大胡子的破铃铛没完没了的响，害得我头疼。先吸了你的阳气再说。哎呀，这大胡子怎么这么臭啊？真倒人胃口。好新鲜的人味儿啊！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好的东西了。哟，长得还真俊呢。啊！白姑娘，好久没来我这儿走动了，今天怎么有空啊？老太婆，你少装蒜！你明明知道这2个人是我姐姐带来的，你还敢把他们抢了去？白姑娘，什么时候身边多了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，说话这么不懂规矩？再怎么说，也得叫我一声九尾胡奶奶吧？你，这是我妹妹小青，刚才说话得罪了。不过，这2个人确实是我带来的，你不该打他们的主意。哼，该不该打这个主意，由不得你。秋儿小心！姐姐你放心，一个小狐狸对付得来。我们一只井水不犯河水，今天就多得罪了。老狐狸，何必跟我作对？哼，吸了他们的阳气，我就可以功力大增，还能得到做神仙。这样天大的好事，我怎么能够错过？不可能，要做神仙可不是这么做的。哼，你又没试过，怎么知道不行？够了，你不要逼我在你孙女面前教训你。嗨！奶奶，怎么？你认得我这把剑？好，你有这把剑，我奈何你不得。白素贞，我一个千年狐狸精，看来是无福消受这2样好东西了。不过，你最好小心点儿，魔道圣君恐怕已经闻到这2个人的人味儿了。到时候他来向你要人，我看你的白羽剑还能不能救得了你？哎，死老太婆，这怎么跑了？还没见识过我的青红剑呢。你呀，还担心他不认识你的剑吗？这九尾狐只是刚开始，希望我们能平安度过这3天。啊，那书生被吸了阳气，
看来我要过一些真气给他。它又丑又臭的，我可不肯像你这般过真气给他，这牺牲太大。乱喊什么？他只被吸了半口阳气，捶他2下便可。啊，这样便好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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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你醒啦！大白天的，我怎么做起美梦来了？我梦见有一位美丽的姑娘看着我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是在哪里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听见没？还好啊，没事。青儿，这位姑娘好像是在生我们的气。她就这个脾气，你们别太在意了啊。我看天色已晚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，跑了一天路也累了。来，走。赶紧走吧。我怎么还不明白，怎么回事啊？走啊。走。哎呀，怎么有股怪味道啊？不是怪味儿，是女人家的脂粉气。不对，绝对不是脂粉气。是什么味道呢？这是小女子初到钱塘时，路过雷锋宝刹，一位画匠师傅给我画的画。啊，公子刚才摇头，可是哪里有不妥啊？我方才看到这幅画，只是有一个问题想不清楚：这么美的景色，怎么反倒让姑娘你落落寡欢呢？是啊，人们都说钱塘美，只有蓬莱、瀛洲这些神仙圣地可比。到了这么美的地方，我却一直想着自己的夙愿，不免有些忧伤罢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？你连我的夙愿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会明白呢？姐姐，姐姐，大胡子吵得厉害，说他肚子直叫唤。本来就是嘛。那你们留我们在这住。
又不管我们吃，又不管我们喝的，天天就顾着看这幅画。这画上又没鸡腿，又没馒头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青儿，快去准备些酒菜来，记得啊，要像人间的规矩，青菜、萝卜、白米饭，再来一壶烧酒，还有啊，要准备碗和筷子。干嘛那么麻烦啊？直接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地方，不就完了吗？青儿，你看那书生手无缚鸡之力，要是让他知道我们是蛇妖，还不把他吓死啊？所以呀，我要让他们以为这魔道不过是落脚的城镇，而我们姐妹俩不过是招待了他们3天酒菜的女房对。姐姐呀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我吃东西。你还是别说了。青儿呢，去做饭便是啦。大胡子，想要快点吃上热菜热饭吗？就赶快下去给我煮饭。我也去帮忙吧。你，算了吧。大胡子，你快去啊！快去！我还得干活啊！都安顿好了吗？安顿好了，你倒是把房间让给他们住。可那个大胡子啊，还嫌东嫌西的，一会儿说房间里有胭脂味儿，让他头疼。真是的啊！对了，还有一会儿又说床上啊丝绸被子他根本用不惯。对了，还有那个书生，自从你离开饭桌之后，傻了似的，一句话也没说过。这饭进嘴里啊，嚼都不嚼，他就往下咽呢，拿着双筷子自言自语的。糟了，他来了！你说他？哎，你的鞋！圣君亲自驾到，应该是素贞登门拜访才对。听说姑娘回来了，顺便来看看。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？今天不太方便，这2天赶了不少路，身上倦得很，想早点歇下了。明天我一定登门拜访。姑娘，有客吧？只是2个远房的表亲。住1、2天就走了，怕这门亲戚不是我们魔道中人吧？怎么可能啊！我怎么敢在你的鼻子底下把人带进来呢？白姑娘一心成仙，从来对采阳补气的功法不屑一顾。这次未能随心愿得道成仙，我还以为姑娘也活动了心思。准备了2个新鲜人来补阳气，没想到是我多想了。没什么，是一场误会。那就不打扰了，告辞了。对了，倒忘了提醒姑娘，明天夜里是我妹子出嫁的日子，姑娘不妨和你的远房表亲一起来热闹热闹。我看不必了，他们都没见过什么事。白姑娘，就这么不给面子？好，我让他们去就是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刚才在花园里散步。3更半夜的，在花园里散什么步啊？我看月亮。看月亮？我。你们家乡的规矩，离姑娘说话这么近的吗？造次，刚才
得罪姑娘了。哎，姑娘的手怎么冷得像冰啊？我从小生了一种怪病，身子奇冷，看过很多郎中，都没有什么用。啊，月亮就这么好看吗？月亮当然好看，可是有关月亮的故事我却不太喜欢。又有故事，你的故事还真多呢。姑娘，你知道嫦娥的故事吗？嫦娥有什么不好吗？她求得仙丹，飞上天宫，做了神仙啊。不对不对，虽然嫦娥飞天做了神仙，但是她形单影只，只能一个人留在广寒宫和玉兔为伴。如果她当初留在后羿身边的话，现在一定是男耕女织，生了一大堆的孩子，逍遥自在，快乐无比。我倒不这么觉得，让倾国倾城的嫦娥一个人守在破茅屋里，等着后羿回来，洗衣做饭，纺线织布，日子周而复始，不比泡了10年的米还乏味吗？姑娘错了，泡了10几年的米，一定会酿出一坛好酒，酒香四溢，泡得越久就……姑娘，既然体寒，你为什么还要光着脚？我刚才出来急了，所以忘记了。姑娘在这里等着，我替姑娘回去把鞋取回来。夜路不好走，小心把脚划伤。姑娘你别动，你千万等我回来。小青，小青，见着我姐姐还知道叫姑娘姑娘的，怎么到了我这儿就小青小青的？对不起啊，小青姑娘，怎么一上午都没见着白姑娘的身影呢？你找她干嘛？是这样，昨天呢，我听说她从小就落下了体寒这个病根，所以我查了一页医书，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子。我现在想亲自为她搭脉治病。治病？你这个人管的事儿还真挺多的。哼，你知道我姐姐现在有多要紧的事儿要做？昨天晚上要不是因为你们2个，她差点就……性命难保了，还治什么病啊？哼，姐姐啊，叫我不要说。哎，小青姑娘，喂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可没有我姐姐性子那么好，没有时间听你讲什么故事。你的那些故事呢，就省省吧。3天以后，我们就送你们去该去的地方。以后大家老死不相往来，谁还会记得像你这么呆头呆脑的书生啊？哎呀，一个姑娘家的，说话这么大口气啊！